春风的450 NT 是一台很好开的车子啊，它很轻巧灵活，比较全能。公路它可以跑得很快，泥路也不差，就是有点挑身材，1.65米以下呢会稍微有点吃力。如果再能推出一款19和17英寸的轮毂，适应的人群呢会更加多一些。因为在中国玩车的文化还没有那么深，骑 ADV 呢还是以摩旅为主，所以19和17的搭配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够用的。前后减震的行程达到了200。前减震呢是全可调的，右边一字起的部分是压缩阻尼，左边呢是回弹阻尼，而六角螺丝呢是调节预载，3个调节就可以组合有无数种调法。那么调的怎么样呢？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差，合适自己的骑行方法和骑行环境道路才是最好的。后减震呢预载和回弹可调，很遗憾压缩阻尼不可调，而且后悬挂还可以高低可调，从而呢可以改变座椅的高度，最低可以低至800。以适合不同的人群。这条路呢是水泥路的林道，路面呢速度慢是感觉比较平的，速度快起来呢起伏不断，属于小频率大起伏的颠簸。这时候呢就需要车辆更加贴地面，而且上下起伏的时候车辆也能拉住车身，时常也会用到加减速，所以压缩基本上要调到2/3。例如24段呢要往 H 方向调到16段。回弹呢我先设1/2的位置，预载呢我是比较偏软了。因为我的体重不重，而且调进压缩阻尼的时候，整个减震也会变硬的，也要适当降一些预载的，要不然呢会减小能用的行程了。而且前后的减震要均衡，不能前硬后软，或者是前软后硬。而且这台车车架的刚性和前后重量的配比也比较均衡，所以骑起来呢要比以往我测的车要更加有信心一些。大家不要以为 ADV 在山路跑不快，只要轮胎性能够好 ，ADV 车型的速度是不慢的。而且遇到一些颠簸，它是不用减速的，因为它轮子的直径大，减震的行程长，所以小的颠簸化解能力比较强。很多街车和仿赛就是120和130的行程，而这台呢达到了200，而且可调减震呢，压缩回弹的速率可以调得比仿赛还要运动。所以为什么大家说 ADV 可以一直快？因为一些小的颠簸根本不需要减速，而且这台的定位又偏向于操控性的。还有另外一个品牌也是偏向于操控性的，那就是凯越。无极呢就偏向于舒适性更加多一些。前瞻的呢还没测到，所以不好说，到时候测到再补上。好，现在来到了一条非铺装路面，大多数呢都是小坑，快速骑行的时候呢，减震属于高频率小颠簸，所以压缩回弹要往 S 方向调。S 方向呢是软，也就是压缩回弹会更加快。如果压缩很硬，也就压缩很慢。遇到一些路面撞击，减震不能快速收缩，它就会把车子顶起来了。所以压缩和回弹相较于之前的路面，都要往 S 方向调软一些。压缩呢从 S0 方向往 H 调1/5，而回弹呢从 S0 方向往 H 调1/3，也就是压缩要比回弹慢一些。压缩稍微快一点呢，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化解撞击；而回弹稍微慢一点呢，就是为了拉住车身。如果压缩和回弹都调快的话，那基本上就恍惚惚的。如果需要经常飞坡的话，阻尼预载呢又要加硬，防止它触底，所以又是不一样的设定的。而且这台车的下限油耗也就是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测出来的油耗约等于3升，相对来说呢还是要高一些。主要的原因呢有2点，第一呢齿比比较密，所以这个速度区间基本上转速在3200转左右，而6档断延的极速是158，而无极 DS525 那台4档就到了177，抛开两车表显的误差率也有165左右，所以呢齿比是比较密的。大家只是为了摩旅了，可以前面加大1齿，或者是后面减小3次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它是为了油门响应，为了领油门那瞬间的爆发力，所以小油门开度呢，它也调得更加激进一些。刚好测下限油耗的时候，就是小油门开度的状态，所以这也需要消耗到更多的油，因为它要时刻被动力。当你领油门的时候，动力就释放，就有一种被人踹一脚的感觉。KTM 呢最常用就是这种调法。不过呢，它是电子油门，而且也有动力模式选择。而450 NT 呢，只有一种模式，所以再来个一口模式，往省油的方向设定，这样呢功能性和产品力也更加强。如果不想和其他竞品一味的打价格战，我希望的是给450平台全系上电子油门，因为你们800的平台就已经上了，所以积累了很多调教的数据。把它弄成简版，放到450 SR 仿赛和450 NT ADV 上面，
在其他品牌在卷价格的同时，你可以走另外一条道路，就是不断的完善和升级自己的产品，不断的去增加功能性，增加配置，增加品质，提高工艺。时间长了呢，就会发现车辆的本质实力与竞品呢就越拉越远。有些竞品呢可能会选择降价减配的方式来占有市场，而你这边呢完全可以在改款的时候上全功能 TC， 马力再提到48匹，也完全没有必要一味去打价格战。不过呢，走后面这种路呢，研发投入会相当多，因为你要给车辆配很多东西，就需要不断去开发和调试。但是选择走后面这条路呢，车辆的实力会有飞速的增长，从而呢把目标放在国际一线品牌。这个级别上电子油门的有新款 KTM 390，还有阿普利亚的457，所以给450平台上电控可以做到国内领先，也完全有实力能抗衡国际一线品牌。我希望后面的4缸 500SR、3缸的675尽可能的全部上电控，因为现在目前为止，中国和国际摩托车上面差距最大的就是电控，而且目前中国能上全功能电控的寥寥无几，所以全功能电控在某种意义上是有个领先的地位的。我也希望我们中国摩托车发展能更加迅速。